是柯英雄吧？我是，请问这是？别连这动作，不好意思，占用柯英雄些许时间，有几个问题想请教。请问什么事？柯英雄是澳门的民意选手，经会议员义务部主任，议员怎么派您干其他细节的活了？这也未免太粗糙了吧？今天我当班，顺便而已。顺便？啊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从医院到这个坟场应该不到1个小时。柯医生，这是遇到什么意外了？啊？怎么花了2个多小时？下午医院接到同善堂的求助，棚屋区那边发现多具瘟疫死者的尸体，慈善运尸队呢只能收拾，没有进行防疫消毒处理的能力。为了防止瘟疫扩散，医院必须派防疫医生前来协助。正好医院呢也有尸体要进行转运，我来运尸就是顺便去那边去处理一下防疫消毒的情况，所以耽误了些时间。啊，是吗？啊，如果你还不清楚，这个是同善堂跟我交接的文件，上面有这次收尸和关于防疫消毒情况的详细记录。好，谢谢。能把车厢打开看看？里面的尸体都还具有传染性，你确定要检查吗？柯英雄都不怕，我也可以向你学习嘛。走。根据防疫规定，医生不能随意接触未经处理的瘟疫死者尸体，所以这个您请便吧。柯医生，打扰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请便。哥，谢谢你了。路上小心。请问，汇龙银号何先生在吗？马先生，你找这个汉奸干什么？汉奸？你确定是这儿？签到簿上留的的确是这个地址。慢点啊！
贤回来了。到了，这就何建一家。行，你们先聊着哈。伯父，阿文，吕老板，嫂子，欧老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柯医生，我到了。早点休息。老吕，阿贤，何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翔哥，我是马文琪。当初在码头，根本不知道遇到的就是贤哥您，更没想到因为我的事儿，让您和您全家受了这么大的罪。对不住了，贤哥。没关系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只要那批物资安全的送到了，一切都值得。阿贤，怪我们不识好人心。道歉的话，我已经没脸多说了。这是当初我拆借汇龙的款项，如今连本带利，如数奉还。这是我的。贤哥，我们来的时候碰到了伯父、嫂子，还有孩子们，都在等你团年呢。他们早就饿坏了，正好我们带了点年礼，就当年夜饭，赶紧吃吧。轩哥，我知道这些日子你受了很大的委屈，你心里肯定有说不清有多难受。但好在现在真相已经大白，这些都过去了。只有我们一家人能吃上这些东西，有什么用？让他哭吧，痛痛快快的哭一场。因为他不是为自己而哭。就在今晚，为了救一个孩子，我们去了一个地方，一个这辈子都不想再去的人间地狱。什么地方？当在坟场，万人客。澳门的困境，除了表面的封锁，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背后的原因。背后的原因，武力占领澳门对日本人来说是举手之劳，可他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周章，绕那么大圈子，弄一个所谓的合作计划？他真正的目的究竟何在？我知道，他们是为了物资。香港沦陷前，日本人就在香港开设了不少伪装成英资、华资的贸易公司，目的就是为了抢购我们中国的战略特产，还有大量的英美工业产品。而现在香港沦陷了，内地当然不会再运特产来，英美也跟他们宣了战。这条获取战略物资的路段，日本人就必须找到一条新的贸易渠道。所以，日本人不明着占领澳门，就是要从中国到东南亚的整个地区留下一个国际自由港，由此继续获得中国的战略特产和英美的工业产品。陶先生，你是金融方面的专家，那么从战时金融的角度来考虑，我觉得你应该能得出另外的答案。我明白了，您快说来听听。进口战略物资离不开外汇。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，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已经名存实亡。日本想找到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站，而这个地方，只能，也只会是澳门。咱们背后的诀窍想明白了，可怎么才能让澳门挺过这一关？你知道我
我现在手里有多少粮食？整整2000万斤。这笔买卖啊，就交给你了。柯医生，马先生，我想好了，我要为了澳门把粮食买回来。贤哥之前可是说这种买卖做不了，是什么让你改变心意的？星河的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大年初一带一堆猪食过来，你存心找倒霉是不是？啊？大荣，黄队长，荣哥说的这堆猪食，就是我们家昨晚的年夜饭。要不是因为我运气好，遇到了几位朋友，这年夜饭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呢。所以黄队长，你还要问我为什么改变主意吗？我就说嘛，这世上没有人跟钱过不去啊。既然黄队长把生意交给我，那就是认了我和贤这个人。可人情归人情，生意是生意，既然要合作，我还是要麻烦黄队长把你的底给我交代清楚。好，贤哥快人快语，我也就不掖着藏着了。这中山的米收购价、仓储损耗、运费一共是3毛1斤，2000万斤，成本600万。卖家呢2块钱1斤，不过分吧？600万的成本，你要卖4000万，黄队长，你胃口够大的啊！但现在的澳门，有粮的就是大爷，那我就按照2块1斤去找买家。我有一个条件，签合同的时候就得有600万的现款，剩下的3400万也必须开好大西洋银行的期票，货到即兑。黄队长，现在的澳门谁能一次性拿出4000万来？这样的买家可不好找啊。一个不够，那咱就多找几个。我相信你是能找到买家的。行，买家的事情，我再想想办法。还有一条，这笔买卖必须要等到18号下午6点以后。这是皇军给奥普鬼佬最后的通牒，只有鬼佬签了约，皇军才会解除封锁。在此之前，皇军有令，1粒米都不能进澳门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黄队长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害我空欢喜一场，这生意啊，做不了了。怎么又做不了了呢？澳门的粮价为什么会涨上天？完全是因为日本人封锁了澳门。这封锁一旦撤销，各地的粮就会在第一时间疯了一样的涌进澳门。到那个时候啊，你别说2块1斤了，不亏就不错了。这我倒是没想到。那这该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？只能不做了。这样，我们在他们签约之前，把中山的米运过来，不就好了吗？你刚刚不是还说，签约之前，日本人不允许粮食进到澳门吗？我是说运过来，没有说进澳门啊。你把粮船就停在码头附近，等日本人一签约，我应该是消息知道最快的人，我就通知你，你进船卸货。这样，我们没有违背皇军的命令。这招高啊！行，那就按照你说的方案办。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说定了。不是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啊，我总觉得他不对头。大哥，
你看上回啊，我差一点就抓着那个鬼婆了，她恰好在那时候撒了粮坏了事儿，说明什么？她是故意的。我觉得不是。你去过他家，也知道他家的情况，谁会为了不相干的外国人，哼，把救命的粮撒了？大哥，你信与不信，这话我都得说。好几千万的生意啊，万一他要是动点坏心眼儿，为了赚钱，没等签约他就把货送到澳门，泽荣做那货要是追究下来，那咱可都是掉脑袋的呀。你提醒的对，咱们是得有后手。不，稳住了奥普政府，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运输船队的问题了。赶在日寇汉奸眼皮底下偷梁换柱，又有足够的船一次性运走2000万吨粮食，放眼整个伶仃洋，恐怕只有一家。大好帮，哈哈，贤哥真是雷厉风行啊！这才1天的功夫，就把这合同还有钱都搞定了，我真是没看错人呐！如今的澳门，除了傅老板和崔老板，谁还有实力能一下子拿出几千万啊？所以我就直接去找了他们，这才没浪费太多时间。不过，他们也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都知道中山的粮是你黄队长扣的，我替你卖粮，他们为什么相信？所以，虽然这合同签了，但是他们都要一张你亲笔的售粮委托书，要写明你委托我替你卖粮，而且是2块钱1斤，这样他们才肯付这600万现金。这样啊？你要不写的话，他们怎么相信我？那倒也是啊。但是有一条，这个售粮委托书，你可千万不敢给我漏出去了啊！为什么？皇军有多黑，你是知道的吧？要是让皇军知道了我卖2块钱1斤，那咱俩还赚个屁的钱呀！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皇军那边随你说多少，这委托书啊，我就是卖了自己也不可能漏出去的。这还差不多。二荣，笔纸。怎么了？还有一件事儿，这个运粮的船队你是怎么安排的？这个你可以放心，我找了大通航运，他们在向政府和日本海军办理空船出港去到中山的许可手续，最迟明天就能办好。大通航运毕竟是华商，日本人的军舰现在封着伶仃洋，空船出港可能还好一些，要是回程装满了粮出点问题，那可就是大麻烦呀。回程不是有中山县的赵县长开特别通行证吗？稳妥起见，我看还是换一家吧。之前我和连昌的斋藤打过电话，斋藤对咱们这单生意非常有兴趣。连昌毕竟是日资控股嘛，日本人在海上也好说话一些，安全起见吧。啊，黄队长，这船队后天凌晨就要出发了，只有1天的时间，想要办好整套的通航手续，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这如果有什么耽误了，损失可会很大的。你放心吧，连昌的斋藤这点小事还是能办妥的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行，你的生意你做主，
但出了任何的问题，你可别怪我。没问题的。贤哥，这么大笔买卖，让你一个人东奔西走的，确实也是有点辛苦啊。有一些琐碎的小事儿呢，就交给兄弟们代劳了，好吧？阿荣，对，你陪着贤哥去连城，把通航的所有手续都办好了啊。是。黄队长，你这是信不过我，还有人盯着。哎，贤哥，你误会了。明天你不就得去中山验货了吗？可我们的计划后天船队再出发，总得有个押船的吧？再说之前，我们在中山扣粮的时候，阿荣也在啊，他也跟这个赵县长啊打过交道。回头你们对接的时候也方便一些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行，那既然这样，就辛苦荣哥了。阿荣，这回的生意可比天还要大，你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来。你要是还像以前一样狂喝乱赌，坏了老子的事儿，扒了你的皮。是。都办好了。何秘书，你真是雷厉风行啊！是我应该感谢贤哥给机会，那我就开运单了。好。来，这是定金，还有这个。怎么，贤哥喜欢玩两手？豪兴赌场不是傅老板的吗？我跟他签合同的时候，他顺手给我的，让我去他厂子里玩一玩。可我现在忙成这样，哪有时间啊？正好，今天通航手续的事你帮了大忙，我就借花献佛送你了。不，贤哥，我这人从来不赌的。哦，这样啊。哎，要不给我吧？啊，荣哥，我不是舍不得，黄队长说过，这趟差马虎不得，办好之前不能让你去赌。哎呀，今天又没说去，干，还不行吗？行。荣哥，你负责押船，这些你都收好了啊。啊，完事了吧？完事就撤，别磨叽。何秘书帮了这么大的忙，我还要请人家吃个饭呢。不用，贤哥别客气，这顿饭必须要请啊！你不去就是不给我面子。荣哥，一起去吧。哎，你们去，不打扰你们，撤了。我当谁呢？杨 Sir， 活得不错呀，兄弟啊！看见我还活着，意不意外？是不是失望啊？不好意思，老子八字命硬，他妈没被你们这二五仔给坑死，怎么样？你他妈什么意思？找麻烦是不是？我就找你的麻烦呀！不行吗？当初害老子背黑锅东土窑，差点没了一条命。这账咱们得算。好啊，开，走，谁领带？好啊，说死他，说死这个王八蛋！好啊！姓杨的，以前叫你杨 Sir， 看着你那身羊拆皮，知道吗？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输不起，给老子滚呐！
我他妈输不起。单挑啊！好啊，单挑啊！谁输了，谁从这爬出去啊！誒，阿旺，好接鋪兩位貴賓。康哥赢下来！哎呀！再来！来来，你已经欠我5万了，这要是我的钱呢，其实也无所谓。老板不好说话，你今天要是给不了钱，可出不了这个门啊！威胁我？我看看，谁敢收我的账？我敢，行不行啊？帮主饶命！帮主饶命！帮主！三爷，且慢。傅老板啊，这是我大豪幫的家事。但係呢度豪興啊嘛，我個場呢度澳門講法律嘅，搞出人命唔係咁好。況且你睇下，我啲客人喺出邊，唔好嚇親佢哋。行，傅老板的面子啊，也不能不給。我大豪幫的家事也可以以後再說，可是我這位楊兄弟的賭本啊，可是跟我大豪幫合作買賣的貨款。今天我來這裡收貨款、收債總可以吧？誒，賭場收債完全冇問題啊，唔好搞出人命。三爺請便啊！聽到了沒有，阿龍？欠債還錢，天經地義。給錢！帮主，您老人家，宽限我几天，我一定还，一定还。意思就是说今天还不了了，还等什么？剁他双手抵账！帮主饶命！帮主饶命！帮主饶命！帮主！等等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啊，三爷是在乎那几万块钱的人吗？你干了什么让三爷这么生气？你忘了？帮主，我混蛋，我畜生！帮主，您饶我这一回，我保证改，我保证改。帮主，保证改？怎么改啊？帮主，我蒙氏贵帮，保证永不攀帮。帮主，我永不攀帮。帮主啊，阿荣好歹也是帮里的旧人。虽说他犯了大错，可毕竟是受了黄公杰的蛊惑，要不就给他次机会吧。阿忠啊，哎，你这个老好人，好了，你做主。谢谢帮主啊，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。动手吧。哎，周叔，你叛帮在先，既是蒙氏贵帮，切手指立血书的规矩都忘了，赶快动手！荣哥，
小贺，约好的5点发船，你怎么？不好意思，睡过了。船准备好了吗？船队都已就绪了。走。核对过发运手续后才能启程。手续呢？哎呀，何老板，辛苦了。赵县长亲自来接，是何某的荣幸。哎，应该的。黄队长的大生意，我自然得办得漂亮。粮库在这边，请。麻烦了。梁欢，你又不是不认识我，咱非得要你这张破纸才能开船吗？抱歉，这是公司的规定。我是这份运单的负责人，没有手续我是不会发船的。那你说你怎么办？你除非补办好全套的手续啊。补办要多久？政府各部门8点才上班，就算我派人等在门口，第一时间补办手续，也得9点半以后了呀。9点半？赵县长，货我清点完了，数量没有问题，这是货款。赶紧给那些粮商发下去，免得他们天天围着县政府吵。好。县长，县长，盐城的运粮船队到码头了。赵县长，手续没问题吧？哎呀，连昌的团队能有什么问题啊？何先生，你也太小心了。小心无大错嘛。那就装船吧。兄弟们，装船了！何老板，你们这也太客气了，真。赵县长帮了这么大的忙，一点辛苦费应该的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，谢谢谢谢。进来。哎，赵县长，老板，货装的已经差不多了，再1刻钟啊就可以开船了。行，我这就给你们开通行证。赵县长，这个通行证啊，可能要麻烦您改开磨刀门水道。回程路上真假船队迎面碰上，还是会马上穿帮啊。大不了把横门水道堵住，连长船队要进来，必经横门水道。怎么那么慢？快点！你再开快点！没法再快了，船速已经到达极限了。再快点儿！只要发动机不爆，你给我往死里离开，听见没有？怎么啊？大豪帮吃了几百人的水上饭，堵住水道，费不了多大劲。弟兄们，开弓！一旦把横门水道堵住，回程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理由改走磨刀门水道。磨刀门？为什么？是这样的，刚听横门过来的传说啊，那个江面啊，整个崩了排，让那个竹排啊给堵住了。今天恐怕是疏通不了了，所以只好改走磨刀门了。改走磨刀门，那要多绕2个小时啊。那也没办法，我绕这样路啊，还多烧我不少煤啊。怎么这么倒霉啊？那赵县长，只能麻烦您把通行证改为磨刀门了。这样，2位先别着急，我来给横门关卡打个电话，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堵得很厉害。如果真堵得很严重，那就只能请2位绕道磨刀门了，好吧？那麻烦您了。哎，横门关卡吗？啊，我是赵定华。听说横门水道堵了，堵得严重吗？
哦，这样啊，那得要多久啊？行，一旦疏通，马上通知我啊。横门关卡确实堵了，堵得也很严重。但是您二位啊，这个运气是真好啊，刚好有一艘日本军舰要通过。这日本的大军舰马力大，火力强啊，又着急着要通过，现在正在疏导呢。这么好的运气啊，那真的要感谢一下皇军了。大概要多久？关卡那边说应该用不了多久，一旦有消息马上通知我。二位稍安勿躁，我来给你们泡茶。那就谢谢了。夏少，怎么这么久？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赵县长，水道疏通保险吗？你也知道，这批货必须要在6点之前赶回澳门，不然我们还是改走磨刀门吧，免得耽误了。行，我再打电话问问情况。哎，喂，我赵内华。哦，确定吗？好，好的。何老板，横门关卡来的电话，说按照现在的进度啊，最多半个小时就能疏通。你看，你们到这个横门关卡至少得1、2个小时。现在好了，不用绕路了。太好了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还是走横门，麻烦您开通清证吧。好。赵县长，请留步吧。好。老三，你怎么真让他开了横的水道？现在已经12点多了，磨刀门水道本来就远，再不出发，我们根本不可能在6点之前赶回澳门。而且横门水道一通，连长的船队马上就会到中山码头。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通过磨刀门关卡，只要赵县长的一个电话，整个船队就都完了。那这张通行证怎么办啊？只有一个办法了，改。